政委，怎么了？车道官的坟在这儿，我们去看。政委，政委。 郭师傅，你回答我，啊，这个白小玲跟车道宽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白小玲怎么了？我听信了你的一面之词，你知道吗？白小玲给车道宽上坟去了，这不是划不清界限又是什么？不是，你说什么？是他去划清界限。再说一遍，他要划清界限。包庇！ 你包庇他是不是？张政委，我和白小玲要结婚，他去道别，以后不会再去。那什么时候喝你们喜酒啊？啊？革命需要后来人，抓紧点吧，我的同志哥。黄子烈政委被暗杀了。什么？在哪儿？ 秘密发现的，在来的路上，2个警卫员都死了。嗨！车道宽除掉了，王子烈也死了。曾成牢牢地掌握了独立团，而且备受张成良信任。郝俊杰的金养计划大体完成了，但郝俊杰心里在流血。 他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要提醒大家，以后外出一定要注意安全。你们都是军分区的主要领导干部，王子烈政委的悲剧再也不允许发生了。这个教训太惨痛了，我们一定要查出杀害王政委的凶手，抓住以后亲手毙了他。曹部长。 现在到底查的怎么样了？抓不到凶手，追悼会根本就没脸开。除子弹是美国步枪的，其他的没留下任何痕迹。美国枪，这可难办了。国民党军队配置的就是这种枪，在与日军交战中，日军可以缴获这种枪。 到底是国民党顽固派所为，还是日军为了报复草坡的失败，用这种枪从中挑拨呢？很难说。按常理，这种刺杀不会留下这么重要的证据。我们用的武器本来就是万国扫，用哪一种都很难查，他偏偏用这种新式的武器。会不会是我们内部的人？ 故意使用这种枪，可以肯定，刺客是个神枪手。这种美国枪在梅山镇也出现过。什么？老车就是被这种枪打伤的，我们缴获过，上面有瞄准镜。你知道谁使用过这种枪吗？于晨路。确实吗？净水县血战之前，老车亲口跟我说的。 于晨路和车道宽的关系是明摆着的，寻仇这个逻辑说得通。唉，车道宽真是瞎了眼了。好了，老郭，你再说详细一点。
于晨露这枪是帮我们的，要不是于晨露这一枪和老车这脑子转得快，我们说不定就被刘达给黑了。还有吗？没了。在泾水救过你们，不能证明杀害王子烈政委的就不是于晨露。左玉坤在口供里交代，于晨露是郝俊杰的养女，这后面会不会有顽固派给撑腰？可我们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我们就没有办法控告他们。这真是难办了。到底是于晨露寻仇，还是日本鬼子挑拨？目前都无法确定，因为这两种可能都存在。寻仇倒简单了。老曾分析的对呀，我们要把问题估计的更严重一点，大家一定要加强自身的保卫。是。老曹和老郭，现在已经很晚了，今天晚上呢就在军区凑合一宿，明天一早天亮以后再走。是。郭主任，听张政委说你和白小玲好了，什么时候办喜事？赵部长，王政委头七还没过了，你跟我说这事儿？这是我的职责，对每一个干部战士的思想活动，我必须清楚。张政委，你干脆撤了我吧！老郭，你给我住嘴！现在叫我和白小玲结婚，我这心里过不去。再说了，战士们会怎么想？政委，王子烈政委在独立团的威信很高，你让郭守文现在结婚，今后他怎么带独立团的兵啊？这是个理由，但是在这种特殊的时期、特殊的环境下，这个理由已经不重要了。我们要在根据地扎根，我们需要革命的后代。我问大家，哪天不出事？我们每天战斗，我们身边的战友不断的牺牲，难道我们就不结婚生子了？不是我们不珍爱我们战友间的情谊，是因为这个生存的环境太恶劣了。不管你郭世文，凡是能够结婚的、符合结婚条件的，都要结婚。孩子的名字就起我们战友的名字，让我们永远记住那些英勇牺牲的同志们。郭世文，你的条件最成熟，从你开始，2个月之内把婚结了。生下的孩子，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叫郭子烈。这是命令。陈道官，你鬼点子多，你告诉我该怎么办呢？你小子说走就走，要选这么大一摊子让我收拾，我怎么收拾啊？独立团那边刚稳定下来，白小玲给你上坟又出事儿，张政委抓住这件事儿不放了。你说白小玲革命立场，他没跟你划清界限，我得保护白小玲吧？我就跟张政委撒谎了，我说白小玲要跟我结婚，她给你上坟是跟以往一刀两断。我得让白小玲跟你脱了干系吧？可张政委逼我跟白小玲结婚，而且还得快点结婚。你说我怎么办呢？我不娶白小玲吧？我是欺骗组织，包庇白小玲。我郭世文欺骗过组织吗？
都是你陈德宽逼的。你说我娶白小玲吧，我怎么跟人家说呀？啊？我说，白小玲，我为了保护你，你嫁给我吧。啊？我怎么说呀？你临走的时候跟我说了，说让我好好照顾白小玲。结果呢，我照顾着，把人白小玲照顾到我们家去了，当我媳妇儿了。我郭世文，我什么人呢？我啊！你要是不出来一枪打死我，这老天爷也得让雷劈死我呀！你赶快出来一枪打死我吧！我不愿意受这罪了。你现在到底在哪儿啊？于小姐，我就知道郝伯伯不会抛弃我。吃下去，就30秒，你不会有痛苦。是郝伯伯，是我给你的私事。陈德宽死了，所有参与杀他的人都要死。拿着毒药，左玉坤笑了，因为他已经亲身体会到了新四军的顽强和不可战胜。他预感到了金阳计划很难实现，现在对他来讲这是解脱，他不用在煎熬中等待了。岗哨被没，犯人被害，你们的工作是怎么做的？是我们的错。就这么死了？不知道怎么死的。杀人灭口，左玉坤一定有没交代的情况。大烟鬼找到了没有？找，一定要找出来。是。什么意思？你这表情什么意思？你笑什么？这里来过女人？从来没有过。通知各处岗哨和民兵盘查一切行为，特别是女人，有枪和有奇怪物品的，一律扣掉。很可能是于晨路。你马上去通知，我去拿照片。跟踪我，大小姐，我是在这等你。我行动不定，你怎么可能等得到？有人给了你5张照片，对吧？刘司令已经让这个人见阎王了。照片上的5个人死了3个，
下一个就是张成良。你怎么知道的？头发，你在左玉坤的尸体上留了头发，引得赵部长回去拿你的照片，手雷就挂在门背后，有门板挡着，赵部长只会受伤不会死。你料定了张成良一定会回去探望的，所以在这儿埋伏。你想怎么样？可曾经把我拽回去，到新四军那边去邀功领赏。刘司令下了命令，你妨碍了金阳计划的大局，立刻回战区报道。回不去。姓赵的被炸，新四军一定到处设关卡。我不想回去，就是要跟张成良鱼死网破。关卡的事有我的，放心吧。刘司令给我们下了命令，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保住张成良的命。大小姐，你是军人，应该明白军令如山。我葛存金这条命是你爹给的，别逼我，别逼我做对不起良心的事儿。大小姐，我知道，以你的脾气秉性，我拦不住你，我也不是来拦你的。我只希望你好好想一想，金阳计划进行到今天，死了多少弟兄？如果你父亲还活着，他和郝长官都希望看见金阳计划成功。金阳计划成功的那一天，就是江南新四军灰飞烟灭的时候。等到了那一天，你家2代的仇都报了。如果你一定要去杀张成良，就先杀了他。跟你走，走啊！让开！快给我让开！啊！汉奸装备都这么好，太意外了。谢谢啊。老赵，张政委，怎么样？没问题。反动派还没抓干净呢，我不会有事儿的。这就是老赵，我专门给你炖的鸡汤，赶紧喝了它。等养好了伤，抓反动派去。你怎么擅自离开部队啊？你带了多少警卫？放心吧，老赵，我带了1个班。我亲自看看你，我是心里放不下。早点回去，你万万不能再出事儿了。王自烈政委的被害，我已经是事实了。你要是再出点什么事，你让我怎么活呀？老赵，千万不要再自责了。我们新四军不就是这样吗？掩埋了自己同志的尸体，擦干眼泪继续跟的。你看咱们现在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只能艰难的战斗，这就是咱们的命啊。也许明天是我，后天是你，只要咱们活着，就得准备明天的战斗。
郭世文的事怎么处理的？结婚？我说的不是结婚，我说的是他劫牢反狱。这事怎么就不提了呢？可是独立团在王子烈政委，在郭世文的带领下，可是立了大功的。我们新四军是纪律部队，不是山贼胡匪。功是功，过是过。可独立团的特殊性摆在这里，我撤郭世文的职，战士们会怎么想？行政处分无法落实，那就党内处分。可郭世文亲手枪决了内奸，亲手枪决了卧底，保护了司令部。你偏袒郭世文。郭世文同志非常忠于党，忠于新四军，对这样的同志，我们应该保护啊！忠于党，忠于新四军，首先要服从命令。我的政委，对你这样的处理，我就不同意。那你说怎么办？严重警告，警告处分吧，毕竟人家要结婚了。袒护是爱护。司令，哟，老师啊，这么晚了，有什么事情你通知我一下，我过去就是了。还劳您大驾，跑了一趟。我是批评你来的。你作为一个战区的指挥官，啊，你要时时注意自己的身体。这个连续不间断的工作，并非善举。老师教训及时。你小我几岁？8岁。你看看你那个头发，啊，你再看看我这个头发。我不能跟您比啊，我是未老先衰啊。作为一个战区的指挥官，你决定着几十万将士的生死，决定着数百里江山的归属。啊，你应该学会超出这个现实，要时时刻刻的保持这个头脑的冷静。老师说这话的意思是不是要舍学生而去啊？哎呀，你看看知我者司令也呀！你说对了，我是准备隐退休养了。哦，老师啊，有件事要请教您。这封电报用的是暗语，其中有3个字“一个人”。我想了想，您看是不是这个意思？左玉坤死了，军官组彻底消失，士兵组暴露了3个，剩下的在战斗部队生死难测。这一个人最后能完成金阳计划吗？司令，老朽这里请罪。哎呀，老师，您严重了，严重了！因为你这里啊人多眼杂，所以这个事情啊没有给你汇报。啊，是这样的，这个一个人是个代号，啊，是曾诚领导的一个小组。这个小组一共呢12个人，其他的呀都是为了蒙蔽新四军，掩护他们而设立的。目前呢，这个小组在新四军那边呢，基本上稳定了。哎，草坡一战，我就更放心了。哎，但是我这一走，万一这个曾诚有求援，
司令，你还得马上出击。报告，进来。司令，急电。见了鬼了！车道宽没死，见了鬼了。他还活着。不出我所料啊，我让葛存金啊挖开了他的坟，这个坟里头埋的是咱们的人。哎呀，真是匪夷所思啊！咱们要琢磨琢磨了，这个小子假死的目的是什么呀？金阳计划。最近一段时间，新四军那边很乱呀。葛存金他们能够安然无恙，说明车道宽没有察觉他们，或者是察觉了，没有去动。那他会做什么？对于车道宽这种行动派来讲，郝俊杰就是金阳计划。凭着军人的直觉，郝俊杰能感觉到车道宽逼近的脚步，但郝俊杰不服输。你车道宽刺过来一枪，他郝俊杰一定会还你一刀。你是最后一个了吧？说，郝俊杰，你把他藏哪儿了？他把你引上山，你想他会在这里吗？背叛祖宗，暗杀抗日将领，你会堕入永不超生的无间地狱的。你说谁？他说你是汉奸。哎，你就不怕我这个汉奸一枪打死你？你一进庙门，我就看出来了，他骗了我，你不是汉奸。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郝俊杰曾经是我的教官。原来您是保定军校的前辈。施主，既然你不想杀我，就请您走吧。你们两个人的个人恩怨与贫僧无关。我看你们两个人的杀气都太重了。阿弥陀佛。老师，一看你这样，就知道没成功，全体阵亡了。勘察的人回来说，车道宽是有备而来，里外2层的埋伏啊，结果还是被他埋伏了。这小子的脚印儿，没有一个留在地上，全在草上。他是个猎人，最早用木棍戳死那个冷子兴的，也就是他。
发音和尚怎么说呀？声东击西，诱敌深入，以寡击众，很漂亮的游击战。老师啊，车道宽这小子心毒手狠，而且他在暗处，您在明处。老师啊，我还是请您坐飞机到重庆去。什么？笑话你让我逃跑啊？老师，还是以大局为重吧。重庆方面千山万水，各种军事力量犬牙交错，车道宽这小子不会不知道。我是想让他知难而退。我跑了，他要追杀你怎么办呀？我是国军的司令长官，能把我怎么样？绑我的票？如果那样的话，就不是战区的事了，就是国共两党之间的问题了。车道宽这小子如此固执的追查金阳计划，无非是想替新四军寻条活路。这小子既然有这个心思，他就不敢把我怎么样。老师，去重庆吧，这是命令。你说他不敢追杀你，你们的命就那么值钱，我就不值钱啊！他有本事，他去追杀那个蒋介石，那才叫英雄。哎，我去重庆，我这个隐退休养的计划也不是因为他而变呐！啊，我恨呐！我恨我自个儿，我恨我这两条瘫痪了的腿。听人劝，吃饱饭。重庆。刘长官，刘长官，你又负伤了？哎，没有，我是到这儿来疗养的，顺便看一眼郝将军。郝将军，哎，他去重庆了。去重庆了？您不知道啊？郝将军最近身体不太好，要去山上休养。我们内科的区主任亲自陪他去的。长官，我觉得您脸色不太好，我给您拿点葡萄糖吧。郝俊杰去了重庆，他选择了退却，但退却并不意味着失败。郝俊杰这招一出，车道宽立即失去了目标，他只好回过头来去监视葛存金。口令，抗战，回令，到底。有什么情况吗？一切正常。以后站岗的时候找个隐蔽点的地方啊。是。说话。你怎么回来了？我老回来。哎，我问你，我临走的时候交代过你，让你找机会把葛存金调到独立团来，好在你自己的手里掌握着。这事你怎么拖到现在不办呢？葛存金在军分区，在张政委眼里是红人，我一点办法都没有。老车，不能再回来了。等我离开了独立团。你说什么？为什么要离开独立团？白小玲，隔三差五跟你去上坟，张政委知道了要处分他。我这一急，我就跟张政委说，我说白小玲要嫁给我。现在张政委天天逼着我跟白小玲结婚，这怎么办？哎呀，我要把这个妹子嫁出去，那真是件好事儿啊！别扯淡了。你死了之后，
白小莲每回看我这眼神啊，就跟要吃了我似的。我想好了，我跟上级打报告，我调江北去，在哪儿打鬼子不是打鬼子呀？你才扯淡呢！你这叫逃跑！你跑了以后，那白小莲咋办？老车，我真是没办法了，我。这样吧，你帮我把白小莲约出来。我不去，我躲还来不及呢，我。人呢？应该来了，待着，别动啊！我去找找。不能让别人看到。你为什么要骗我？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你还活着？你知道我在你坟前哭过多少回吗？我不光骗了你，我把所有人都给骗了。这么长时间，你是怎么过来的？你别忘了，我是猎人出身。小莲，你冤枉郭世文了。如果没有他，现在躺在粪坑里的就是我，而你呢，也很有可能连这身军装都穿不下去了。你知道他们催着我和郭世文结婚的事儿吗？我临走的时候，我让老郭要好好的照顾你。他现在这么做，也是为了保护你，你千万别怪他。况且这种事儿，谁也不能强迫你，谁也不敢强迫你，因为这是你一辈子的大事儿。你还记得在去31团之前和我说过的话吗？什么？你说，总有一天我要把你嫁出去，我才放心。那个时候我真天真，我真的以为我嫁的那个人就是你。现在我对你真的是永远还不起了。别再为我担心了，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好好的活下去，我也会让你永远的把这颗心放下来。
哎，老车呢？他走了。啊？还疼吗？啊？哦，不疼了。哎。我们就这么坐一宿。你睡床，我打地铺。打一辈子地铺。打一辈子地铺。我们已经是夫妻了。我配不上你。我可能需要点时间，你能等我吗？委屈你了。以后我还能跟你提老车吗？当然能，他是我们的好战友嘛。杀了，柏林被攻克了。5月7日24时分，德国代表与出席的英国、苏联、法国代表签订投降书，所有战线的行动与中欧时间5月8日23时0分停止，欧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了。还要告诉同志们一个好消息，方司令员马上就要回来了，他带来了中央的指示和部署，我们对日本鬼子的总反攻马上也要开始了。哎呦，老师啊，您回来了。哎呀，老师啊，老师！哎呀，那个德国鬼子啊要投降啦，我就回来了。是啊，小鬼子也盯不了几天了，金阳计划该执行了。我就是专门为这个回来的。有可靠消息，方昭武要回来了。他已经离开西安，甩掉了我们的人，现在应该在河南境内。他这一回来啊，恐怕形势为之一变。哎呀，方昭武这个人一向喜欢弄险，他肯定会从鬼子这个防区啊过来。走了有2年了，他这一回来啊，肯定是肩负重任。作为一个司令官，不看敌情看什么？换成我也要走一趟。如果咱们把这个消息啊传给小鬼子啊，那他肯定是凶多吉少。这不失为确保金阳计划顺利完成的方法呀！哪能让抗日的名将在这个胜利前夕落在这小日本鬼子手里？那是不行，中国人脸上无光。以老师的意思，自己家里的事儿嘛，自己解决了。
老师的豪情不减当年。对，咱们自己解决。老师，昨天我已经命令工兵开至兴网通到新四军道路，加固桥梁。好，逢山开道，遇水叠桥啊，先锋开进。大军如何继进呢？老师啊，咱们看看这张图。124师配属一个坦克营，直插草坡，把他们的根据地一分两半。一个主力师攻取姚家岭，另一个主力师占领净水县城，然后全线压上。这样新四军只有2条路，一条是从日军方向退，一条是从鸡鸡岭方向退。可今年的雨水太大了，鸡鸡岭过不去，新四军2个旅只好被夹在我们和日军之间，他只能从日军方向突围。这样一来，新四军和日军就在金阳地区拼个你死我活，鱼死网破。我们只等金阳计划的最后一步，让新四军打响内战的第一枪。至少从此江南再无新四军。这将意义重大。如果共产党不做出让步，从此爆发内战，那国际国内的舆论必将谴责共产党。到那个时候啊，蒋介石就是去拿下延安，也没人能说出什么来了。日本人已经无力进行大规模的进攻了。内战即使打起来，小鬼子也无能为力了。老师啊，能在2年前看到这个局面的，也只有您了。不是您制定的金阳计划，即使看到今天大好局面，也无能为力，岂不是只能扼腕而叹？你我名为师生，实为知己。自古士为知己者死。郝俊杰此刻最痛心的是左玉坤的死。左玉坤原本是要掌握伪七师的，现在为了金阳计划，郝俊杰必须亲自涉险去收复霍将军这条华泥鳅。老长官，你到这里太危险了，幸亏这里是卑职的防区。你刚才说什么？这里是你的地盘？你带的部队是老朽花钱组建的吧？那些个营长、团长，哪个是你的嫡系啊？你能指挥得动的，也就是你的警卫部队吧？那些个营长、团长是我提拔上来的，只要我一句话，你马上就能变成一个光杆司令。你的防区啊，这个地盘是小鬼子和国军的缓冲区，只要国军一进攻，4个小时，这儿就会化为灰烬。刀都架在脖子上了，还依然自满自得，岿然不动。你真是个名将啊！老长官，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这1年多我一直给您写信，从来没有等到过您的答复。我3天前刚回来，看到你的信我就过来看看你还是不是我以前认识那个霍某人。老长官，您不辞劳苦来到这里，下属感激不尽。您一路辛苦，霍某略备薄酒。谢了。水我们自备了，干粮我们也自带了。我们可不能喝汉奸的水，吃汉奸的饭。我告诉你啊，
眼前呀是个傻子都知道小日本快完蛋了，那些个民族的败类面临的是什么呢？杀头枪毙。怎么样啊？你作何感想啊？你还是铁了心的跟着小日本干啊，到东京去谋个差事？啊？哎，老朽也可以送你一个人头，我也可以成全你一个短暂的富贵。卑职不敢，卑职不敢。我想这个人头比富贵更可贵吧？看在卑职跟随老长官多年的份上，帮帮下属，帮帮下属。不过这个上船有上船的规矩，上山有上山的规矩。卑职还不明白。你那投名状来，我才可以收编你呀。你还可以做你的将军，部队的指挥权还归你。多谢老长官，今后一定跟着老长官干。郝将军，哎，赵兄，请坐。汪逆伪骑师霍某联合他手下的团营长，要归附中央，这是他们的联名信。都按了血手印了吗？这倒没有。哎，赵兄，我这里有9封信，这是伪骑师的这个团长、营长归降信，都是按了血手印的。按了血手印，有伤口为证，有指纹可查，所以这9个人那是真心的。郝将军真是神速啊！回来才几天，进展的这么快。哎呀，不敢当。他们都是我的老部下，我和他们联系已经有半年了，啊，我不要这个霍某做的表面文章，我这就去通知他。哎，告诉他，陈露啊，明天去取。这是不是太急了点儿？要赶在方昭武回来之前。鬼子在金阳征兵了。政委，有情况了。什么情况？军区侦察连报告，中央军工兵正在整修与我根据地相连的所有通道，并且加固了桥梁。哦，在哪几个地方？这儿，这儿，还有这儿。那中央军有没有动静？目前还没有，已经派侦察连严密监控中央军的动向。那就好。中央军在整修的道路中加了大量石子，并且在桥上铺了钢轨。他们这么做是想干什么？机械行军的要求就是，重炮、坦克、载重汽车都得通过。这些顽固派，抗战刚刚见到一点曙光，他们就要搞摩擦。老子，我们要针锋相对，部队重新部署。这几个地区可以派部队占据有利地形进行监视。考虑到这几个方向会同时出现敌人，部队的压力会过大。我想根据地应该进行战时动员，尤其是后方的机关要转移。于小姐，是不是不合口味？霍叔叔是山西人，我是广东人。
这一桌子的天津菜，今天是请谁呀？疏忽了，老长官以前点过这一样的菜。写文章嘛要有个命题，吃饭总有个目的。霍叔叔很清楚我们今天吃饭的目的吧？最近啊，这日本人频繁召开会议，对我们盯得很紧。你说我这手上出了一道血口子，容易引起日本人的注意，我怕耽误了老先生的大事。我们体谅到您的处境，所以约在饭馆见面。是啊，楠楠，我信都写好了，这是我一个人的。饭馆见面有饭馆见面的好处，大家可以随性一点。是啊，是啊。万一霍叔叔兴致所致，想下厨为侄女做顿鱼呢？鲜鱼嘛，活蹦乱跳的，厨刀割伤手指，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啊！大侄女儿，能不能再商量商量？不瞒大侄女说，这日本关东军尚有100万之众。是大班让我问您的。德国人投降了，苏联人还有600万的军队，他们闲置下来会做什么呢？不打仗了，自然是解甲归田，重建家园。苏联的机械化兵团旨意是在东北。日本人呢？他们做什么？再来一次诺门坎之战。所以霍叔叔的意思是，老长官的意思是必须要学判。我坚决按老长官的意思办。可是我没有带刀。我带了。可惜了，可惜了。不用强，不以势压人，对其消夷利害，让他心服口服，这是长久之道啊！你要不是个女孩子啊，我就得让你当将军。女孩子怎么了？一样能当将军。古有梁红玉、花木兰，都可以。官场、战场，不是女人该待的地方。她们应该享受幸福，应该被爱。你看看这个中国几十年的战乱，啊，中国的女人遭受了太多的痛苦。本来都是男人干的事嘛，就因为战乱，这些男人都上战场打仗去了，那剩下的事儿，耕地、挖矿等等等等，都让女人来承担。老天真是不公平，让您一个那么强悍的人拥有如此柔肠，这不是遭罪吗？我也有母亲啊，我也有过家庭、妻子、儿女啊。我痛失了他们，就是因为战乱。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做出金洋计划，就是为了尽早结束这个战乱，让天下太平，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但是在历史上，我一定也会背负阴谋残忍的这个骂名。大伯，我愿意跟您一起背负这个骂名。你做完你的事，我打算让你去美国。去美国？我要看到你嫁人、生子，能过上一个女人应该过的生活。那真的是女人应该过的生活吗？是的，
男人他可以用仇恨来支撑一生，女人这一生，她得要被人爱，要去爱人，什么功名利禄，过眼烟云。平静一生才是福。我不在乎了。1旅、2旅各派1个营的兵力，在进入根据地的道路上构筑工事，旅主力随时准备机动作战。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是内线作战，还是准备转移外线作战？我们不能跟强大的敌军硬拼，必须做好向外线转移的准备。后方机关、非战斗人员向山区转移，各部门要做好准备，把能够参加战斗的人员补充到部队。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即将发生的战斗是顽固派一方发动的，还是日伪顽的联合进攻，但是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大家回去准备一下，后方机关、非战斗人员要立即组织转移，马上进山。好，我们的地方干部要组织坚壁清野，大家回去准备吧。是。战区报登的车道宽和陈露结婚的这个消息啊，我不懂这个修版还是拼版吧，但是你必须想办法让这个车道宽长出小胡子来。明天一早见报。好的。还有这个郭世文，在独立团太碍事儿，处决车道宽就是这个小子干的。他释放了死刑犯，新四军啊自会收拾他。那这个人没死？死了，在这个战区死了。政委，你看，这不是车道宽吗？没错，真是岂有此理！对呀，老赵，当时处决车道宽的时候，你就在场啊。当时，郭世文把我们都堵在了外面，一个人拉着车道宽进了树林子。你说什么？我的政委，当时正在打仗，小鬼子都打到眼皮子底下了。我看了，坟旁边有血，当时独立团的人还有王自烈政委跟疯了似的，失去了理智。我没办法强行检查。老赵啊，老赵！政委，出什么事了？你自己看。车长官没死啊！如果真出了这样的事情，那性质就太恶劣了。查，要一查到底。你都认识，好好看看。愿死去的超生，愿活着的早日回来。看不了了，看不了了，推开我！你去看看。我想他们呐，战争残酷，
这些孩子能回1、2个来，就稍高兴了。陈露啊，这些人呐，和我和你家呀，都有剪不断的情谊呀。那个曾成，当年如果不是你父亲让我力保他呀，他就被军事法庭给崩了。老孙差点病死在逃荒的路上，你父亲救了他，后来成了你们家的厨子。葛存金是个抓回来的逃兵，抓回来这个逃兵，他妈的！你父亲不但没有收拾他，反而让他当了排长，推荐给我，让我重用他。哎呀，值得重用，值得。左玉坤父子3人，那是我的爱将啊。常连长，常连长是你父亲的勤务兵。哎呀，你父亲说他手把手的教他打枪、开炮，还有很多了，都是忠义之人，侠肝义胆的壮士啊。当年你父亲战死后啊，部队弹尽粮绝，是他们呐，用身体护着你父亲的尸体，拼命抢回来的。日后啊，见到他们，一定要给他们磕头哦。报告，进来。怎么了？方司令回来了。把手给我压起来！是。握手把手！我命令你把枪交出来！政委，这到底怎么回事？你好大的胆子！我怎么了？你别自作聪明了。政委，我到底怎么了？你自己看吧。这个怎么解释？一切都会搞清楚的。虽然说2年了，但是尸体未必就认不出来。我承认，车道宽是我放走的。你说实话，坑里那个尸体是谁？是陷害老车的大烟鬼。政委，人是我放的，但我不相信老车能做出报纸上说的这些事儿。白纸黑字，照片都有了。我还心存侥幸，我不相信你郭世文会干出这么没有原则的事情，你还真的不干了？你让我怎么相信你？政委，老车在查金洋计划。金洋计划，金洋计划是车道宽编造的，我们已经有结论了。政委，你这是在犯罪，你知不知道？王子烈政委是怎么牺牲的？老赵的胳膊是怎么断的？车道宽和于晨路同流合污。车道宽是车道宽，于晨路是于晨路，这是2回事儿。现在它就是一回事儿。政委，部长，你们要冷静一下吧。我觉得这事儿不一定是真的。
咱不能听国美长的一张报纸就判断自己人的事儿。部长，他已经承认了。老赵说的对，你这是立场问题。私自放倒车道宽，是我犯了纪律，但我绝对不会相信老车会跟这事到如今，你还老撤的。我宣布，立即撤销独立团政委郭世文的全部职务。跪下去！站住！政委，这报纸是国民党的，你不能信的。政委，你要冷静了。独立团是军区战略预备队，在这个时候绝对不能没有领导。离开了郭世文，独立团就不转了。郭政委多熟悉部队的情况啊！你现在要换一个人的话，恐怕还得有一个了解的过程吧。政委，我想现在先不要撤职，等把事情弄清楚了再说啊。你是独立团的老人，你回去指挥。政委，老曾，事情就这么定了，不要多说了。立即把郭世文给我关押起来，等方司令回来以后一起处理。带走，走。全靠我们老板努力。见笑。哎呦，请，谢谢，里面请，二哥领你。老总，现在不能叫老总，解放区了，咱应该叫老同志。掌柜，进去喝杯茶。挺大啊，还行。老同志，您请来。哟，大小姐，孙叔叔，请坐。在第7师的时候啊，知道你也在，总想看看你，没什么机会。这一晃啊，又是2、3年了，现在长得更俊了。孙叔叔，感谢你这么多年为我一家人吃的苦。这个折我收了。来，起来！哎呀，孙叔叔您受得起，您请坐吧。本来啊，我就是受苦人，新四军对我也挺好，也没吃什么苦。能跟我说说车长官吗？我知道他替您干过活。我们原本是夫妻的。是啊，没想到那么能打仗的人，却受了那么大的冤。为了他，我也犯了错，是我误杀了王子烈。是啊，他也是好人呀，有情有义啊。这是什么？蒙汗药。要不是念在新四军里面还有好人的份上，我带来的就是毒药。只要1个小时的时间，就能让他们所有的人睡上2个钟头。什么时候？只要您听到独立团出事的时候，就把这些放到他们的饭菜里。大小姐，你这是干什么呀？拉走独立团！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车长官用命换来独立团，毁在新四军手里。不但要受委屈，还要给他们当炮灰。孙叔叔，只要把这些药放进去，2个小时时间，新四军就追不上他们了。这当真是蒙汗药啊？好大乖不会骗你的。事成之后，会有一个熟人去接应你。从于晨露手中接过蒙汗药的老孙犹豫了，他的内心深处有了一丝疑惑，他并不愿意让与他朝夕相处、和蔼可亲的新四军首长们受到伤害。
请坐。大小姐，郝长官派你亲自来，是要动手了吧？感谢壮士甘冒风险，大伯让我替他。大小姐，什么都不用说了，我是自愿的。再说了，我这条命是令尊大人给的，如果没有郝长官和令尊大人一手把我从一个要被枪毙的逃兵提拔起来，我哪有今天？说吧，我的任务是什么？郝将军，老师，您来了。司令，金阳计划的最后部分可以实施了。学生向老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接作战处。作战处，我是刘勋德，命令第6师今天夜里从新四军和日军之间的区域撤出。这里安全吗？应该是安全的。为什么要说应该？自从我接手这个店以后，我觉得周围老有个人在转悠。什么人？一个卖货的货郎。就他一个人吗？就他一个人，没发现他有同伙。干掉他！我把特别行动小组人叫来，你指给他们看。好。有个货郎跟了我半天了，就在门洞那边。除掉他。老板，来碗面条。好嘞。别动！不，兄弟，我这担子里没啥值钱的东西，你要你都拿走。说，你是什么人？这你还看不出来，我就是个卖货的。小心老子一枪崩你！别！你劫财，你劫啥命啊你？为什么盯着出段声？啊？我不想真好使。政委啊，后方转移计划做好了。刚刚接的电报，说方司令已经回来了。真的？在哪儿呢？已经到了曹猛的一旅。正好，把我们这个转移计划报给方司令。太好了，太好了！哭，你哭什么呀？我心里憋的，2年了，我连大气都不敢呲。现在真想扇你几个耳光子。我听你说了半天，我问你，你有没有判断？你有没有反驳？你有没有主心骨？我们共产党员就是砍头也要说真话。